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走出科学》，我是邓肯，他是月月。还记得2012年12月，我们所有人都开玩笑，庆幸自己躲过了传说中的世界末日。可所谓的世界末日本就是一句玩笑话，而命中呢躲不过去的劫难，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末日。12月的陕西天寒地冻，和今天一样，人们都期待着年底了，再多赚几个钱，好回家过年。1月1日，陕西省白水县一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跑进公安局，他对民警说，他弟弟两口子是开干菜店的，昨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，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，手机打不通，店里也没有人。几名警员赶到失踪夫妇的这家干菜店，发现卷帘门居然没有上锁，可以直接进去，所有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可夫妇二人收银的抽屉里面却只剩下一些零钱，显然大票都被人拿走了。从现场情况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，应该是有小偷拿着卷帘门的钥匙开门后进行的行窃。可是，在进一步现场勘查中，警员们竟然找不到任何嫌犯留下的痕迹，而恰恰因为没有一丝痕迹，让警方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是啊，普通的盗窃案，小偷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点线索。警员们找到隔壁的猪肉店老板回忆说，昨晚干菜店夫妇接了一个大单，他们俩在门口忙前忙后的往面包车里搬货物，而且干菜店老板还从我这里买了20个猪肘，应该是那个客户要的。猪肉店老板还回忆到，昨晚面包车旁边有一个1.8米左右的男子，这个人就应该是夫妇俩的客户。很显然，第二天就是元旦，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。干菜店夫妇老板二人听说有一笔大单子，就没放弃这桩买卖。他们应该是大半夜开着面包车出城送货去了。警方立刻在昨晚的监控录像中筛查夫妇二人的面包车，果然在12月31日晚8点的录像中，看到夫妇二人开车离开了白水县，而且从画面中看，夫妇二人一切正常，并不是被人胁迫出的城。可是很快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警方发现3小时后的晚上11点，这辆车又返回了白水县，而此时车上的驾驶员却已经换成了另外一个人。而且警员发现，这名驾车的陌生男子似乎早有准备，故意没让摄像机拍到自己的样貌。此刻最迫切的问题，开车送货的干菜店夫妇去哪儿了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找到这辆面包车。8天之后，这辆面包车终于在隔壁的蒲城县被警方找到。负责调查此案的刑警老赵看到这辆面包车，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身经百战的老赵知道，一起案件中，抛弃作案车辆通常是凶手的最后一个步骤，这说明凶手已经完成毁尸灭迹了。老赵明白，失踪的夫妇生还的希望恐怕不大了。撬开车门，警员们发现主驾座椅严重偏斜，金属骨架已经断裂，而且断裂的痕迹还是新的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想大家都已经猜到了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尽快找到凶手。这辆面包车当晚在白城、洛川、蒲城3县来回穿梭，而最终被丢弃在了蒲城。老赵明白，作案车辆被扔在了蒲城，恰恰说明和蒲城无关。于是警方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了白城和洛川2县。之后，民警不辞辛劳，进行了大量的暗访，终于一位洛川的村干部通过监控画面中的半张人脸，认出了这个人可能是我们村的任文龙。因为任文龙和画面中的人一样，有着一个8字胡。这个任文龙30岁，有过抢劫前科，生性好赌，经常欠钱，而且他是村里的厨师，经常和干菜店打交道。看起来只要抓住这个任文龙就可以破案了。而令警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仅仅是一个可怕阴谋的开始。警方调查后得知，任文龙在案发后9天的1月9号就神秘失踪了，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。无奈之下，警方找到了任文龙的哥哥任云鹏。哥哥说，弟弟啊，本来要在家里过年，可是几天前突然匆匆忙忙的离家出走了，电话至今打不通啊。为了让大家区分这两个人，咱们现在开始啊，就直接称任文龙为弟弟，任云鹏为哥哥。听了哥哥的描述后，警方知道弟弟肯定是作案后畏罪潜逃了。正当警方努力寻找弟弟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得知1月17日，哥哥毫无征兆的突然坐火车去了西安，他很有可能给弟弟通风报信去了。警方立刻追着哥哥也来到西安，可令警员没有想到的是，哥哥第2天又坐着火车回老家了，而且这一路也没有发现弟弟的踪影。
警方立刻将哥哥扣下，问个究竟。哥哥任云鹏对警方说：“我之所以匆匆忙忙的去西安啊，是因为弟弟给我打电话发短信了，让我去西安见他。”这是弟弟写给哥哥的短信内容：“大哥，我完了，回不来了，你要照顾好一家老小妻儿。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弟弟好吗？拜托，来生有缘相见。”哥哥说自己到了西安的小旅馆看到了弟弟，我劝他自首，他不听，我把他的身份证、手机都抢了过来，拉着他到了火车站。可是，在火车站被弟弟跑掉了。此时，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。另一组查监控的警员在1月1日当晚的一家加油站监控录像中看到了这辆面包车，而警员们惊奇地发现，疑似凶手的可不止一个人，而是2个。警方叫来了哥哥，让他看看摄像头中这个人是谁呀？哥哥淡定地说：“这个人是我呀。那天弟弟让我帮他加油，我就加了，其他的事儿我真的一概不知。”警方从哥哥的眼神中看到一丝惶恐。事实上，警方一直怀疑这起案件不是弟弟一人所为。那一直声称自己无辜的哥哥会不会是帮凶呢？可是没有过硬的证据，一切都是空想。之后，警方又想到了一个问题：凶手缺钱才抢劫杀人。那车内价值几千元的干菜和猪肘，凶手很有可能不舍得扔掉。既然哥哥承认帮弟弟加过油，那他很有可能帮弟弟也藏匿过赃物。经过一番搜索，终于在哥哥的地窖里搜出了本案的赃物：鸡、牛肉、猪肘以及整箱的干菜。证据面前，哥哥任云鹏无法再隐瞒。这一次他说自己确实参与了作案，但是他只是被动的参加，是被弟弟骗去的。杀害夫妇的事儿都是弟弟干的，我只是在一旁看着。至于弟弟把尸体运到哪儿处理掉了，我不知道。之后警方无论怎么审问，哥哥都一口咬定案件和自己无关他的战术就是你警方掌握多少，我就交代多少，多余的半个字儿都不吐。而此时对弟弟任文龙的追捕却没有丝毫眉目，案件就此陷入了极大的僵局。弟弟找不到，哥哥又一口咬定和自己无关。2位夫妇至今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无奈之下，警方又拿出了弟弟发给哥哥的那条短信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研读分析，而正是这条短信最终帮警方逆风翻盘。警方又研读了弟弟写给哥哥的这条短信，发现这条短信的字里行间有用的话没说几句，倒是全篇透露着一种哥哥你没罪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这种味道。而且弟弟不给父母不给妻子发短信，偏偏只发给哥哥，这多么的反常。警方又想到弟弟的手机一直在哥哥手里，而谁也没见过弟弟，弟弟一直只存在于哥哥的讲述中。那么会不会这个手机一开始就在哥哥的手里，他自己编造了这条短信发给自己呢？如果这个大胆假设成立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这起案件的主谋是哥哥任云鹏，他伙同弟弟抢劫杀害了夫妇后，又杀害了弟弟灭口，这完全可以解释弟弟为什么案发至今半点消息都没有。很快，另一组法医在哥哥家的地板上细心地提取到了一丝血迹，而这血迹正是弟弟任文龙的。证据之下，哥哥终于承认自己杀害了弟弟。在哥哥的指认下，警方找到了一口废弃多年的枯井，在消防部门的帮助下，警方从这口井下分别打捞出了干菜店老板夫妇和弟弟任文龙的3具尸体。原来兄弟2人那晚谎称要置办酒席，需要买许多干菜和肉食，骗勤劳朴实的干菜店老板夫妇开车为他们出城送货。到了郊外，他们将夫妇2人勒死，之后又拿着钥匙回到干菜店，偷走了夫妇的480元营业款。之后哥哥又杀害了弟弟灭口，然后找到了一个郊外的枯井，把3具尸体一起扔了进去。大家以为哥哥任云鹏就这么痛快地承认了吗？没有，他居然又对警方说我没想杀弟弟灭口，是他要杀我灭口，我自卫失手把他给杀死了。这个人呢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最后借用我的一位 UP 主好朋友元宝卢奇案大哥的一句话：愿世间没有罪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邓肯，咱们下期再见。